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， 我是艾 K 啊，又来到金门喽。金门系列影片这次的旅程也很精彩哦。早上我们会去太武山，下午我们会搭乘台湾好行古林头战场线。那隔天呢，我们会搭台湾观光巴士到大胆岛。哦，大胆岛也是近几年才开放的，是不是很期待？那我们现在在金城车站先搭公车到太武山哦。等一下我们会在这里搭乘蓝一公车，它会经过太武山，那我们就等公车来喽。约半小时的车程，我们抵达太武公园。无论你是要回到金城车站，还是要到山外车站，都在同个公车候车亭候车哦。一走进来，你就可以看到斗大的牌坊，那是昔日国共内战所阵亡的官兵，他们的英魂所安置在这里。然后这个园区相当的大哦，那有很大的停车场，也有公厕，不妨你也可以入内参拜一下。而步道就在这里，那我们就开始登太武山喽。继续往里面走，你就可以看到太武山的登山步道。那其实这一条叫做玉章路。那太武山总共有4个登山口，前山、后山、蔡厝以及斗门古道。其中前山这一条呢，就是比较轻松的哦，全程就是缓坡上去。那最上面有一个无望寨局，也就是最热门的一个拍照点。然后我们就以那边作为一个终点喽，出发喽！糟糕，下雨了！刚才我就看天后啊，乌云很厚，哎，结果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既然都来了，我们还是把它走完吧。现在我们越爬越高喽，现在的景就慢慢出现。虽然今天不是晴天，但这样看过去也不错。思源亭前面那一座是刘玉章铜像。这里你可以喘口气哦，看你要坐在凉亭喝口水，稍微休息一下。那现在雨一阵一阵的，一下是忽大又忽小，然后我们就把握时间，继续往上走。这一段的大石头好多哦，感觉我们快要登顶了哦。0.9K 处这边有个风洞石，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了。走上来，你就可以看到风洞石哦，它是一个很大块的石头。那这里有个步道可以走下去，还可以看到绵云石以及千丈壁。这雨势真的好大啊！现在我们就走回玉站路，继续前进哦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玉兔石，它的样子是不是很像一只兔子？现在已经走到1.2K 了，我们已经差不多走到相对高点了。那如果今天没有起雾的话，这边的景色会很棒。1.2K 这里呢，除了可以看景之外，这边还有一个倒影塔，就是从这边走上去。走上来，这里有一个平台，也是看景的地方。现在是白墙一片，什么都看不到。那上方有一座倒影塔，高5.76公尺，呈8角的形状。这个是重建的，以前地震就损毁了，后来是民国93年重建的样子。这里也是延平郡王的役期处哦。我们回到玉章路，我们离无望寨局已经很近了，再走一下下就到了哦。无望寨局，整个金门指标性的景点，来到这边一定要跟它合影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字跟人一样大，当时是蒋中正所题字的。今天下大雨，我还是不畏辛劳，走上来就是跟它合影。这附近还有一个海印寺哦，800多年的历史了。海印寺古时候叫做太武岩寺，你走进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很有仙气的感觉？这边是个佛教圣地，走进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好好观赏这里的建筑，像这里的龙楼、凤阁，还有这边前面有一个泉水占月池哦。那最重要的是后面有一座安心石，来到这边一定要摸一下哦。摸的时候呢，据说就可以让你心境很宁静哦。
我回到金城车站哦，稍早之前的太浦山，我大概花了1小时啊，就边走边拍，才走到无望在觉。往返差不多你就抓2个小时的时间。那现在我们要进行下午的行程哦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搭乘台湾好行 B 线古林头战场线喽。我们第一个点就是要走金城民房坑道，它就在金城车站这里哦。它全长就是2000多公尺哦，地下深5公尺，是当时老百姓挖凿出来的哦。然后现在下雨嘛，刚才解说员说可能会渗水，所以我们等走走看就知道了。还有，如果你有幽闭恐惧症的话，你就要考虑一下要不要走喽。我们已经走下坑道了，可以看到坑道里面真的很暗。然后你走在坑道的时候，你会听到炮弹声，就是模拟当时战况很激烈的时候，让你们有个临场感。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水都渗进来了，积水的蛮严重的。终于走出来啦！这一条坑道真的很长，走了20几分钟才出来。现在我们就继续往下个点移动喽。这一站我们来到和平纪念园区，它早期这个是个军营啊，占地非常大。那你一走进来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4个炮堡，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炮堡。然后导览师会带我们到石刻，就是产业文化馆啊，介绍这里盛产石刻哦。然后你们看到我后面这一口钟，这个就和平钟，就是用炮弹熔制而成的哦，它是可以敲的哦，不妨就敲个几声，望世界和平。我们进入古林头战场的古战场，这一块是以前的领错的位置哦。那你可以看到这栋就是北山古洋楼哦，就当时共军节节败退嘛，最后就退守到这一座洋楼当中。当时就跟国军有很激烈的一个战斗，可以看到墙壁上全都是弹孔。那最后共军还是被国军所歼灭在里面的。现在老师正带领我们哦做一个聚落的巡礼，然后边走他会边介绍这里的宗祠、建筑的特色啊，他就会边走边解说，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哦。从老师他的见解啊，他可以讲到好多的故事哦，所以一定要参加。我们跟随老师的脚步来到双里湖，导览老师说啊，以前这边靠海，海边的船是可以直接开到这边来的，现在没有了啦，你可以看到现在都有路了嘛。然后在这边有个北山风师爷，别忘了跟他拍个照哦。我们来到最后一站石湖三角堡，刚才听导览老师说，这边的观景台视野非常的棒哦，可以看到金门大桥，还有小金门。现在我们就过去看看。这是以前的旧碉堡，现在已经把它改为观光用。可以看到很潮湿啊，从这边上去就可以看到景了。走上来，这里有一间咖啡屋，你可以点冰棒或者是咖啡，坐在这边看景，可以看到整个金门大桥之外呢。导览老师有讲到，你在这边也可以赏鸟，只是赏鸟的部分你可能要带望远镜哦。然后这边的鸟类非常的多。现在我们要返回金城车站了，走吧。回到金城车站啦，今天的天候真的很不好，不然行程是非常的充实啊。那今天搭完 B 线之后呢，我 A、B、C、D 都搭完了。那你之前看过我的影片啊，台湾好行的介绍大概都是重点式的带过，最主要还是听导览老师的解说会比较精彩哦。下次来到金门一定要搭搭看哦。现在我就会去吃个晚餐，结束我就会到民宿 check in 哦。来到第2天的早上，这就是我住的民宿外观。
其实，在金门有非常多种这一种闽式建筑改作为民宿用，住在里面真的非常的宁静。下次到金门玩的时候，可以尝试住一晚。那我们就走进去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喽。老板早，早。昨天晚上睡得很好，谢谢。早餐很丰盛哦，还有粥有油条，金门油条很有名。对，而且这个粥是金门粥米哦，是一早要用大骨去熬汤，把粥熬到化开。刚有听到老板介绍，这个古宅明朝的时候就有了，它是明朝我们蔡守余他们的后代，所以就开始哦。所以你们这边的古宅基本上都是100年起跳的。对，这是1000年的聚落，然后100年的古厝群。这边就是琼林聚落。琼林聚落，而且我还这边看到一个永庆居绿树，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永续的让我们旅游一直推广，然后节能减碳，然后节塑，最主要是让塑胶类的东西尽量减少。了解，那我就好好来享用早餐了，谢谢老板。请慢用。哇，听完老板的介绍，原来金门的旅宿目前超过100家获得永续金绿树的认证。毕竟金门的天然资源仰赖台湾，必须节约减碳环保，降低对环境的影响。再加上金门不少历史大宅已转型为民宿，所以更要在环境及文化上的保护，积极地维护及保存珍贵资产，让游客可以体验原汁原味的金门。如此循环下，达到永续经营的目的。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出发到金门车站吧。最期待的大胆岛行程要来啦！终于没有下雨了。等一下我们就在金城车站报到完之后呢，我们就上车喽。第一站我们来到将军堡，下面有一片沙滩，你可以走下去，远眺金门大桥，也可以跟它合影哦。将军堡在823炮战的时候，当时的蒋经国先生奔赴前线，有2位将军护送，最后安全抵达。它也是很重要的战略位置哦，它可以监视金烈水道，你就会在将军堡的下方看到很多的射击孔哦，可以监视海面。那后来呢，也是很多高阶军官在这边做一个指挥室的一个地方哦。从9公坑道走出来，海阔天空。这边海面上面很多渔船，刚才导游说他们在钓黄鱼。然后对面那个3根像柱子的地方呢，就是塔山发电站。那这里是9公码头，以前金门大桥还没有盖好的时候，就是从这边跟金门、小金门往来之间的搭船的地方。这里是沙溪堡，以前是个营区军事管制地，现在都已经开放为观光用。然后你进来这边是要收费的哦，但也不贵啦。这边有一个地下坑道，你可以走下去，它不长，只是说它有点矮。如果你本身比较高的话，你可能要小心你的头不要撞到了。从坑道走出来之后，这边有一个景观台，视野非常的棒。这边可以看到槟榔屿，还有对面的厦门，还有我们下午要登岛的大胆岛都可以看得见。来到这边就好好的拍张照吧，毕竟这个地理位置是整个金门的最西边。结束上午的行程，用完餐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下午大胆岛，也是我最期待的行程哦。那大胆岛不是说上岛就可以上岛哦，我们会在9公码头搭船过去，然后你要备好你的身份证。大胆岛它每年开放的时间，你就是依据公告，你才有办法上岛。然后这边就是集中式管理哦，我们就是一一唱名，好报到之后才可以一起搭船过去。因为大胆岛现在还是有驻军的哦，就是为什么会集中管理的原因。约20分钟的航程，我们抵达大胆岛。这里真的没有什么遮蔽耶，防晒要做好。
你可以看到大家人人一把伞哦，这是船家准备的，所以你们登岛之前呢，一定要拿一把。你本身已经有做好防晒的话，就看你自己要不要拿咯。然后大胆岛是丘陵地，所以等一下会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所以就看你们自己的体能评估一下咯。我后面是蒋经国雕像，而在后面的乐石就是他所提的“得孤人不孤”，大胆岛官兵的精神标语。如果你以前在大胆岛当过兵的话，相信这个场景一定能勾起你的回忆啊。然后你拍摄的时候要注意哦，这边还有很多军人在这边执勤，遇到他们就不要拍他们哦。从刚才到现在，大部分都是在爬坡的状态，所以体能一定要很够哦。那最后我们来到这个大胆播音站，就是心脏喊话的一个地方哦。刚才导览老师有说啊，就是当时当兵唯一有女生在的地方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刚才走进播音站，就可以看到2台播音设备，然后继续往里面走，很多房间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，甚至有一栋建筑已经感觉荒废了。经过播音站就轻松多了，没什么上坡。然后我们现在走到明威公园，在这边可以看到二胆岛。之前我们在小金门的时候，最多只能看到大胆岛嘛，现在终于可以看到二胆岛的模样了。走在大胆岛的时候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狮子的雕像，左右各1只，1公1母，总共616对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狮子的雕像呢？因为大胆岛当时经历过战争嘛，这边很多阵亡的军人啊，为了要镇煞，所以很常看见死狮子在这边。我终于看到电瓶车了，我以为要走全程呢，有这个就轻松啦。在大胆岛有很多地方是不能拍摄的，因为蛮多军事管制地，要经过导游确认哦，就这边是可以拍的，那边是可以拍的，所以来这边都是要再三确认。现在我们就去绕岛喽。现在我们走到大二胆战役纪念碑，在这里二胆岛看得更清楚，甚至3胆4岛近在眼前。我们回到码头了，那大胆岛的行程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喽。然后在走大胆岛的过程当中，导游全程解说的非常精彩。下次有机会，你们一定要报名大胆岛这个行程。那我们就回到金城车站喽。我们回到金城车站了，刚才我回民宿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哦。那旅程的最后，当然要买一些伴手礼嘛。在金城车站附近有一个模范街，你可以看到模范街的街道两旁全都是红砖拱廊的建筑哦，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条街哦。它结合了闽式以及洋楼的特色，所以这边除了买东西之外呢，你也可以好好的拍照。那此外呢，我们就走进去拜访一些这条街比较有特色的店家。我们走喽。我们今天刚好有准备我们家招牌的润生养肺茶，先试喝看看。它是针对上呼吸道的保养，里头没有加糖，没有咖啡因，没有化学添加物，它是有化痰跟润喉的效果。像我们的茶饮有很多款，也有养生、养肝、草本的祛湿茶。像这边就是我们家各式的香料，我们都是采原香料，用最好的原料去磨制炒制的。然后也有我们手工炒制的胡椒盐，沾炸物、烧烤会比较便利使用啦。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家自己研发的一条根系列。它是能够帮助你舒筋活血。我还蛮喜欢滚珠的，抹一抹就可以了。来这边参考一下，梅子粉、黑胡椒、白胡椒、鸡肉牛肉。哦，这个蜜饯蛮不错的。你好。现在现场闻到的都是白胡椒的味道，那因为有经过烘烤，它的味道上会比较明显。真的会辣的话才是白胡椒。如果说买胡椒回去的话，主要是什么用途会比较好？大部分的话，白胡椒汤粥面饭。
最后的提香的时候就是要白胡椒。哦对，胡椒提香之后，那整道的料理那个灵魂就不一样了。胡你椒粉们也是100年老店哦。到今年的话192年。做料理的话，其实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佐料啦。对，卤肉啦、内馅还有啊。啊，我们这边有煮青草茶，可以倒起来喝。好好好你看到的是胡椒罐，这是空的胡椒罐，可以装胡椒。我们的网子特地选这个粗粒末，它等于有粒也有粉。补铁类的话，就变成说它不是在吃药，你等于说冬令进补啦。其实很多都跟中药材息息相关。四神汤补铁，对啊，药炖补铁，对哦哟，还不错哎。好，就这2个。对，没错，2个。那我就装袋喽。好。我回到金城车站了，天色已经暗了，等一下就是搭公车到机场，搭晚上的班机回台北喽。那整个模范街，由于今天下雨的关系，有些店家没有开，没办法带大家很深入。下次你们有机会来的话，你们可以逛一下，这里的街景非常的好拍照，也很多店家可以买很多的欧米亚给。那2家中药店你可以去参考一下。那这次的金门之旅内容非常的丰富哦，尤其是登上大胆岛啊，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啊。那我会把台湾观巴的网址附在资讯栏，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进去参考哦。这次的金门之旅就在这里结束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看完影片是不是很想来体验金门啦？推荐你一个很棒的网站，未来规划旅程都可以到金门观光旅游网，这里包括了食衣住行所有的资讯，不妨来住处拥有永续金绿树标章的旅宿吧，一起来爱地球。看你要住古风历史宅还是温馨民宿，就等你来喽。